屋齡30年以上的老公寓，不用等都更，也可以整修。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推的老宅延壽補助計劃，讓這種房子不必拆，住戶不必搬，土地和權狀也不必交給建商去分，就能修外牆瓷磚，換掉整棟的公共管線，重做屋頂防水，甚至加裝電梯。政府出一部分錢，剩下的部分住戶自己出。這個計劃3年編列50億元，目標協助600棟老宅、公寓的公共區域修繕，每一棟最高補助960萬元，室內空間優化，每一戶最高20萬元，高齡住戶或弱勢住戶每一戶最高30萬元。申請期限到民國116年12月31日，也就是2027年年底。而受理從2026年5月起就已經開跑了，不是現在才剛開始。全台灣屋齡30年以上的老屋大約有370萬戶。如果你家是4樓到6樓，沒有電梯的集合住宅，或者是6樓以下的透天，這件事就跟你直接相關。接下來我會一條一條講清楚，你家算不算有資格？那960萬元是整棟的上限還是每一戶的上限？政府實際上負擔多少？你自己要掏出多少？加裝電梯卡在哪些實體條件？以及整棟樓的人要照什麼順序談，才不會談到最後散掉。但是在我把好消息講完之前，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先講，講在最前面，講清楚了，你再決定要不要繼續聽下去。因為這件事我看外面很多人講錯。第一，這個補助是實支實付。什麼叫實支實付？就是不是政府先發一筆錢給你花，而是你們這棟樓先把工程做出來，實際花了多少，有沒有單據，有沒有驗收，一項一項核對，核对完了才依比例撥給你。你花100塊才算100塊，沒花的、不合格的1毛都沒有。第二，政府最高負擔的是合格工程費的大約 65%， 剩下的大約 35%還是要住戶自己出，這一點沒有例外。不是政府全額幫你修房子，是政府幫你出60%多，你們自己要湊30%多。第三，也是最容易被誤會的一點，公寓公共區域修繕，每一棟最高960萬元。注意，我的用詞是每一棟，不是每一戶。960万元是整棟樓的天花板。一棟樓如果有12戶，那960萬是這12戶一起分的上限，不是一戶可以領960萬。這3件事你先記住，記住了，後面每一段你聽起來都會很踏實。沒記住，你可能會滿懷期待跑去問，然後被櫃檯的一句話澆一盆冷水。好，我們從頭來。剛才那370萬戶是什麼概念？就是這個島上每3戶人家裡面，差不多就有1戶住在超過30年的房子裡，其中新北市最多，將近63萬戶，台北市54萬多戶。這麼多戶人家，如果全部都要靠都更、靠拆掉重蓋來解決，你想想要蓋到民國幾年？所以政策的方向轉了一個彎。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推的老宅延壽補助計劃，3年編列50億元，目標是協助600棟老宅。他的想法很簡單，房子還可以住，結構還在，那就不要急着拆，先把最要命的地方修好，讓它安全一點，好住一點，老人家上下樓方便一點，房子的壽命就這樣被延長了，所以叫延壽。聽到這裡，你心裡應該有一個問題，那這個跟都更、跟危老到底差在哪裡？差很多，而且差的地方正好是你最在意的那幾件事。都更也好，危老重建也好，本質上都是一句話，把舊房子拆掉，蓋一棟新的。拆掉就代表你要搬家，搬去哪裡？租房子，租多久？2年、3年，有的拖到5年。這段時間房租誰付？看你們跟建商怎麼談。蓋好之後，你分回幾坪也是談。談的過程裡，你要跟建商坐在同一張桌子上，你要看懂一份你這輩子沒看過的合約。你要相信一家你不認識的公司會在3年後把房子交還給你。還有一件更現實的，整棟樓的人要幾乎全部同意，一戶不肯，全案卡住。你們那棟樓有沒有一戶就是不肯？多半有，可能是老先生說我死也要死在這裡，可能是一戶已經賣掉，屋主人在國外聯絡不上，可能是兄弟分家，產權有糾紛。老宅延壽不一樣，他不拆，他是修。不拆你就不用搬，你的東西不用打包，你的鄰居不用四散，你不用去外面租房子。工程期間可能有點吵，有點灰塵，有點不方便，但是你晚上還是睡在自己床上，
不拆你的房子就還是你的房子，你不用把土地持分拿去跟建商換坪數，不用擔心1坪換 0.7 坪的問題，不用擔心公設比變高，不用擔心蓋好之後管理費從1個月800變成1個月3000，你原本幾坪，修完還是幾坪。這句話我想再講一次，老宅延壽最大的價值不是省錢，是你不用把房子的所有權拿出来冒險。我為什麼特別強調這一點？因為很多長輩最怕的其實不是花錢，是簽字。你想想看，一份合約幾十頁，密密麻麻的字，裡面有很多你這輩子沒看過的名詞，旁邊有人跟你說，阿伯你放心啦，大家都簽了，你簽下去，簽的是你這輩子最大的一筆資產。萬一中間出了事，公司倒了，案子停了，工地圍起來3年不動，你連個门都没得回。這種故事台灣不是沒發生過。老宅延壽這條路，你簽的東西性質完全不一樣，你簽的是同意這棟樓要一起修什麼，每一戶要出多少錢，房子還是登記在你名下，土地持分1坪都沒有变。做完之後，房子的地址沒變，門牌沒變，你的鑰匙還是那一把。對很多70歲上下的人來說，這種安全感比多分2坪重要得多。當然，他也做不到都更能做到的事，他不會讓你的房子變新、變大，變成有中庭、有健身房的社區，他就是把該修的修好，該裝的裝上。你要的是哪一種？自己心裡要先有底。如果你已經70歲，你要的可能不是20年後的新房子，是明天早上提菜回家可以不要爬4樓。那老宅延壽對你來說比都更實際太多。接下來我們一條一條對，看你家算不算。第一個條件，屋齡30年以上，這個最好查。你的房屋稅單、你的建物謄本上面都寫得清清楚楚，從建築完成的那一年算到現在，滿30年就過關。2026年往回推30年，大概就是民國80幾年以前蓋好的房子。台灣的老公寓多半是民國60幾年到80幾年那一批，絕大部分都符合。那要去哪裡查？最快的是你家的房屋稅單，上面就有房屋的建造年份，再來是建物登記謄本，去地政事務所可以申請，上面寫得更完整。如果這2樣你都找不到，問一下這棟樓最早搬進來的那一戶，通常老鄰居記得清清楚楚，他會跟你說，我們這棟是民國幾年落成的，我搬進來的時候我兒子才剛出生。我為什麼要你去查一張紙？因為後面所有的事情都要靠這張紙。你去問公部門，人家第一句話就是問你屋齡幾年，有沒有使用執照，你手上有東西，講話就有底氣。你手上沒有東西，講半天人家也只能請你回去查。第二個條件，要是合法建築物。什麼叫合法建築物？就是當初有請照、有使用執照、有登記，不是違建，這一點很重要。如果你們那棟樓本身是合法的，但是頂樓有人加蓋一層鐵皮屋，那個加蓋的部分不會被補助，而且有可能在申請的時候變成一個要先處理的問題。第三個條件是建築物的形態，要是4樓到6樓的集合住宅，或者是6樓以下的透天集合住宅，白話講就是好幾戶人家住在同一棟樓裡面，共用一個樓梯間的那種房子。台灣最典型的就是4層樓、5層樓的舊公寓，1層2戶，中間一道樓梯，沒有電梯，這種就是這個計劃最主要照顧的對象。為什麼是4樓到6樓？你想一下就懂了。3樓以下，多數人咬着牙還爬得動，再往上，那種一整棟的大樓，多半本來就有電梯，真正卡住的就是中間這一段，有高度，沒電梯，住的又多半是原本就住在這裡的老人家。你每天要爬的不是1段，是4段、5段，提着菜，提着水，提着孫子的書包，一天上上下下2、3趟。那6樓以下的透天呢，也在範圍內。透天厝一樣會漏水，一樣有外牆瓷磚剝落的問題，一樣有老人家上下樓的問題。你先拿這3條去對，屋齡、合法、樓層形態，3條都對上了，你才有下一步。3條有1條不對，先不要花時間。現在講最重要的一段，錢。這一段你如果只能聽一段，就聽這一段。因為外面講這個補助的人，10個有8個把錢的部分講得含含糊糊，害很多人抱着錯的期待跑去問。我們把數字攤開來，公寓的公共區域修繕，每一棟最高補助960萬元。960萬元聽起來很多，但是你要記得3件事。第一件，這是上限，不是你一定拿得到的金額。上限的意思是，就算你們工程做到2000萬，
補助也只算到960萬為止。但是反過來，如果你們的工程只做了300萬，那就是照300萬去算比例，不會因為上限是960萬就補你960萬。第二件，這是整棟樓的上限，不是每一戶的上限。我用一個算式讓你有感覺，假設你們那棟樓是4層樓，1層3戶，總共12戶。假設整棟的外牆、管線、屋頂加起來估價1000萬，補助能算的上限是960萬，超出去的那40萬，政府不算。這一筆從頭到尾都要住戶自己吸收。政府最高負擔的是960萬裡面的大約 65%， 也就是大約624萬。這裡最多人算錯，我講慢一點。工程實際要付出去的是1000万，政府給624万，那住戶自己要掏出來的就是1000萬減掉624萬，也就是376萬。不是拿960萬去乘3乘5，凡是把超出上限的部分忘記加回来的，算出來的數字都會偏低，讓你以為比較輕鬆。376萬除以12戶，一戶大約是31萬多，31萬多，這個數字對很多長輩來說是好幾年的積蓄，換算成生活裡的東西，大概是一對老夫妻好幾個月的退休金，也差不多是一台不錯的國產機車，再加上2年的伙食費。我把這個數字講出來，不是要嚇你，是因為你一定要在開第一次住戶大會之前，心裡就有這個數量級，不然你會發生一件很慘的事。你興高采烈跟鄰居說政府要幫我們修房子，大家很開心，等到估價單出來，分攤金額出來，一戶要拿30幾萬，當場有人翻臉，整件事就散了。我們再算一個比較小的，你聽了心情會好一點。假設你們那棟樓不做電梯，也不做外牆，只做2件最急的事，把老舊的公共管線換掉，把頂樓的防水重新做過。假設估價400萬，政府最高負擔大約 65%， 就是大約260万，剩下大約140萬，12戶分攤，一戶大約11萬多。11萬多跟31萬多是2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31万多會讓一半的人打退堂鼓，11万多，多數家庭咬一咬牙拿得出來，大概就是2-3個月的退休金，或者是一趟出國旅遊的費用。這個對照，我希望你記在心裡，因為它會影響你們那棟樓能不能成功。同樣是拿補助，你可以選擇一次做滿，也可以選擇先做最急、最便宜、最沒有爭議的那幾項。一次做滿，總價高，反對的人多，很容易在第一關就翻船。先做關鍵的2-3項，門檻低，大家出得起，過關的機會就大很多。而且還有一個好處，等這一次做完，鄰居們親眼看到房子真的不漏水了，水壓真的變大了，政府的錢真的有撥下來。第2次要談的時候，信任已經建立了，你講話就有人聽。第1次成功比第1次做滿重要。第3件，實支實付這4個字決定了你們必須有一筆先墊的錢。實支實付的流程是這樣：先申請，先審核通過，再發包施工。施工過程有查核，完工之後驗收，驗收合格，備齊單據，然後撥款。錢是後面才進來的，前面的工程款是你們住戶要先想辦法湊出來的。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老公寓卡在這一關，不是政府不給，是他們自己沒有一個共同的賬。有管委會的社區，平常就有公共基金在累積，這時候就有底氣。沒有管委會的老公寓，錢都在各家的抽屜裡，要一戶一戶去收，收到第3戶就開始有人說我下個月再給你。所以聽到這裡，你應該已經知道這件事真正的難度在哪裡了。我們先把補助能補到什麼講完。第一類，公共管線更新，就是整棟樓共用的那些管，給水管、排水管、污水管，還有老公寓最要命的電氣管線。30年前的電線設計的時候，誰想得到你家會有冷氣、電磁爐、烘衣機、電熱水器，線徑不夠，絕緣老化，這是真正會出人命的地方。這一類我個人覺得比外牆更該優先，外牆難看，管線要命。第2類，立面與外牆瓷磚的修繕，就是把整棟樓的外皮重新處理，剝落的瓷磚打掉重做，裂縫填補，重新粉刷。這不只是好看，台灣夏天有台風，一塊瓷磚從4樓掉下來，砸到人就是大事。而且外牆一旦有裂縫滲水，水會沿着結構跑進去，鋼筋鏽了，房子就真的老了。第3類，屋頂防水。頂樓的防水層不是做一次就一輩子的東西，它天天曬太陽，天天熱脹冷縮，
久了會硬、會脆、會裂。一棟住了30年的老公寓，那層防水早就不是當年的樣子，很多人中間還補過好幾次，補一次撐一陣子，再漏再補。頂樓那一戶最有感，天花板長霉，油漆一塊一塊掉，但是漏水從來不是頂樓一戶的事，水會往下走。第4類，新增升降設備，白話講就是加裝電梯，這是整個計劃裡面對55歲以上住戶最有吸引力的一項。我等一下會單獨講，因為它的實務门檻最高。第5類，無障礙設施，門口的斜坡道，樓梯的雙側扶手，把有高低差的地方做平，這些東西單價不高，但是對膝蓋不好的人來說是每天有感的東西。我看過太多老公寓，1樓門口3階，長輩推着買菜車卡在那裡，做一道斜坡道，花不了多少錢，改變的是每一天。除了公共的部分，室內也有，室内空間優化，每一戶最高20萬元。如果是高齡住戶或是弱勢住戶，每一戶最高30萬元。室內這一塊在補什麼？就是讓老人家在家裡活得安全一點的那些改造。浴室的止滑、扶手，廁所的門改成外開或推拉，臥室到廁所的動線，門檻的高低差。你可能覺得這些小東西有什麼好補的？你先想一下浴室這個地方，地是濕的，是滑的，肥皂水一沖，瓷磚跟冰一樣，人在裡面又要彎腰，又要抬腳跨進浴缸，又要伸手拿東西，重心一直在移動，旁邊卻常常連一根可以抓的東西都没有。长輩在家裡出事，很多就是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，一次跌倒，髖關節骨折，開刀，住院，復健，接下來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樣了。20萬、30萬，能不能買回一次沒有發生的跌倒？很可能可以。那這一段的重點在哪裡？在於這是每一戶算的，跟960萬那個整棟上限不一樣。室內這一塊是你自己家的事，你自己決定要不要做。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，一般住戶是每一戶最高20萬元，高齡住戶或弱勢住戶是每一戶最高30萬元，中間差了10萬元。這10萬元是給誰的？就是給最需要的那些人，家裡有年紀很大的長輩，行動不方便的人，經濟上比較吃緊的家庭。政策設計的時候多給一點，是因為知道這些家庭最需要改，也最沒有餘力改。如果你自己就是這個情況，或者你們那棟樓有這樣的鄰居，請不要因為不好意思就跳過。這一段補助不是施捨，它本來就是為了這種狀況設計的。我還想提醒一句，室內的錢是每一戶算的，公共的錢是整棟算的。這2件事可以分開想。就算你們那棟樓的公共工程整合不起來，大家談不攏，最後沒有動，你自己家的浴室要不要改，扶手要不要裝，這件事你一個人就可以決定。換句話說，就算整棟樓的事情卡住了，你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。好，我們來講電梯。我知道很多人聽到这支影片就是為了這2個字。先說清楚，加裝電梯這件事，錢往往不是最大的障礙，實體條件才是。第一個門檻，空間。老公寓的樓梯間是30年前的設計，當年沒有預留電梯井，所以電梯要麼裝在樓梯間中央的天井，要麼掛在建築物外面，從陽台或後巷的方向上去。裝在中間，樓梯的寬度會被吃掉，會不會影響逃生的寬度？這要看實際尺寸。掛在外面要有那塊地，前面是騎樓，後面是防火巷，旁邊是別人家的牆。很多老公寓根本沒有那塊空間，所以第一步不是討論錢，是找專業的人來看你們這棟樓到底裝不裝得下。這一步很多人跳過，結果吵了半年，最後發現根本裝不了。第2個門檻，臨房。電梯是一個實體的量體，它會擋光，會擋風。如果它蓋在後面，隔壁那棟樓的採光和通風就會受影響。這在法規上有規定，在人情上更是問題。隔壁不是你們這棟樓的人，他不會因為你們老人家爬不動而讓步。還有1樓，這是老公寓加裝電梯永遠的痛點。1樓的住戶，電梯對他來說幾乎沒有用，他不需要，但是他要忍受施工，要忍受量體，可能還要出錢。1樓不同意，很多案子就死在這裡。關於1樓，我想多講2句，因為這是最常吵翻的地方，也是最有解的地方。很多人談判的方式是這樣，開會的時候直接跟1樓說，你也是這棟樓的人，大家一起出錢是應該的。這句話聽起來很有道理，但是對1樓來說就是一句沒有道理的話。他一輩子用不到那部電梯，他每天開門就是馬路，
比較有機會談成的做法是先承認他用不到，你可以從他真正在意的事情下手。他家的鐵門要不要順便換？他門口的水溝蓋要不要處理？他家最怕的樓上漏水管線要不要一起換？你把整個工程當成一整包，讓每一戶都能在裡面找到一項自己真的需要的東西，這件事才談得下去。至於1樓要不要分攤電梯的費用，分攤多少，各棟樓的做法都不一樣，這件事沒有標準答案，但是有一個原則，談的時候要把話講在台面上，不要靠人情硬壓。你用人情壓一次，將來每一次繳維護費，他都會不高興一次。第3個门檻，同意比例。加裝電梯屬於共有部分的變更，需要法定的住戶同意比例才能動。這個比例怎麼算？需要多少？牽涉到公寓大廈的相關規定，也牽涉到你們那棟樓的產權狀況。這一點我建議你不要聽鄰居轉述，也不要聽網絡上的說法，直接去問主管機關或是專業的技師，因為每一棟樓的情況真的不一樣。第4個門檻，很多人完全沒想到的一個，電梯裝好之後誰養？電梯不是裝好就結束，它要用電，要定期保養，要每年做安全檢查，零件會壞，20年後可能要整台更新，這些錢補助不會幫你出，這是裝好之後每個月都要繳的。所以我要提醒一句，如果你們這棟樓在討論加裝電梯，請務必在同意書簽下去之前，就把往後的維護費怎麼分攤談定，白紙黑字寫下來。1樓要不要出？出多少？2樓跟5樓是不是一樣的錢？這些事現在談會吵一次，將來不談會吵一輩子。講到這裡，你應該發現了，這整件事最難的其實不是錢，是人。我看過幾種常見的卡關方式，講給你聽，你對照一下你們那棟樓。第一種，沒有人開第一槍，大家都覺得房子該修，但是誰要去挨家挨戶敲門，誰要去收錢，誰要去跟公部門跑流程，沒有人想當那個人。於是這件事就永遠停在樓下泡茶的時候講一講。第二種，有人開了第一槍，但是被懷疑。台灣的老公寓，只要有人說我來幫大家申請補助，一定有人在背後說他是不是要拿回扣，是不是跟廠商有關係。這種話一出來，熱心的人就退了。第3種，各家的需求不一樣，頂樓的人最想做防水，1樓的人最想做門口的鐵門，4樓的人最想要電梯，2樓的人覺得什麼都不用做，省錢最好，談不攏。第4種，錢的順序沒排好，一次要做外牆、管線、屋頂、電梯，總價一出來，大家嚇到腿軟，直接放棄。所以我給一個很務實的建議，關於開會的順序，第一次會不要談錢，只做一件事，把大家找齊，讓每一戶都知道有這個政策，把30年合法建築4樓到6樓這3個條件念一遍，讓大家確認我們家有資格。這一次會的目的只是讓所有人在同一個資訊上。第2次會談範圍，把工程項目列出來，投票排優先順序，先修什麼，後修什麼。這時候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，先做管線和防水，這種看不見的，通常比先做外牆和電梯容易通過，因為便宜，因為急，因為沒有爭議。第3次會才談錢，這時候你手上要有初步的估價，要有分攤的算法，要有實支實付的說明。你必須誠實地告訴每一戶，政府大概負擔6%，你家要出大概多少。有人會退出，這很正常，但是你把話講在前面，總比修到一半有人不付錢好。第4次會才是簽同意書、送件。還有一件事，關於誰來當那個發起的人，我的建議是不要一個人扛，一個人扛一定會被講閒話，也一定會累到放棄。比較好的方式是3個人，一個是嘴巴比較會講，跟大家都處得來的，負責找人開會、傳話、安撫情緒；一個是做事比較細，會記賬、會保留單據的，負責錢跟文件；還有一個最好是家裡有年輕人可以幫忙的，負責上網查資料、打電話問公部門、跑流程。3個人分工，責任分散，閒話也少，而且3個人裡面有1個人臨時有事，事情不會停擺。文件的部分，你可以先請那位年輕的幫手把幾樣東西備齊，房屋的權狀或謄本，使用執照的資料，住戶的名冊跟聯絡方式，還有房子現況的照片。照片這一項很多人忽略，但是很有用。外牆剝落的地方，頂樓滲水的痕跡，電線箱的狀況，通通拍下來，開會的時候放給大家看，比講100句都有效。有些鄰居真的不知道房子已經爛到這種程度，
因為他從來沒有上過頂樓，4次會，每次隔2-3個星期，前後就是2-3個月，再加上找技師評估、跑估價、送件審查、排隊、發包、施工。所以我說，如果你們真的想做，最好提前1年開始動，這不是誇張，這是老公寓整合的真實速度。那時間到底還剩多少？這件事我要講得很精準，因為時間的部分最容易被人拿來嚇人。老宅延壽的申請期限是到民國116年12月31日，也就是2027年的年底。受理不是現在才開始，從2026年5月起就已經開跑了，這一點很重要。不要以為你是第一批，也不要以為還早。從2026年的8月往後看，離2027年年底大概剩下1年4個月出頭。1年4個月聽起來還有一點時間，但是你把剛剛那個整合流程放進去算，開會2-3個月，評估估價2-3個月，送件審查再幾個月，其實一點都不寬裕。特別是如果你們那棟樓現在連一個願意出來張羅的人都還沒有，至於預算用了多少，名額還剩多少，我不會給你一個我沒有把握的數字。3年50億元，目標600棟，這是計劃一開始公布的規模。實際上現在消化到什麼程度，這種數字變動很快，我寧可請你直接打電話去問，也不要在這裡給你一個聽起來很嚇人的說法。國土管理署有設諮詢專線，號碼是0277019919，你打過去問3件事就好。我家這種樓有沒有資格？現在還收不收件？要準備什麼文件？還有一件事跟時間有關，我要提醒你不要被誤導。你可能有聽人講過，危老條例快要落日了，再不申請就來不及了。這件事現在的狀況是這樣，行政院在2026年7月16日通過了危老條例跟都市更新條例的修正草案，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刪除危老申請的落日期限，讓重建變成常態的制度。但是請注意，我的用詞是通過草案送到立法院，目前還在立法院審議當中，還沒有完成立法。所以正確的理解應該是這樣，一方面你不要把危老的落日日期當成一塊鐵板，逼着自己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一個牽涉到整棟樓身家的決定，因為修法的方向本來就是要把這個期限拿掉。另一方面，你也不能當作它已經拿掉了，因為法還沒過。在法律定案之前，最好的做法是不要用時間去逼自己，也不要用时间去逼鄰居。最後，我想再講一次樓梯。每一棟沒有電梯的老公寓裡，幾乎都有這樣一位太太，菜買回來了，2袋擱在1樓的樓梯口，她抬頭看着那道往上轉的樓梯，先站着喘一口氣，才開始一階一階往上走。那道樓梯不會自己變矮，房子的屋齡也不會倒着走。30年前她搬進來的時候，這棟樓是全新的，樓梯是新的，瓷磚是亮的，她一口氣可以提2袋菜上4樓。時間過去了，房子跟人一起老了，但是老不等於只能等。過去它只有一個選項，就是等都更，等到一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建商，等到一份不知道要不要簽的合約，等到一個不知道能不能等到的日子。現在它多了一個選項，不用拆，不用搬，不用把房子交出去，就把外牆修好，把管線換掉，把頂樓的漏水止住，看看能不能裝一部電梯。政府幫忙出大約6%，他跟鄰居自己湊大約3%，這筆錢很實在，也很痛，但是他換來的是接下來10年、20年，他每天回家的那段路。這條路能不能走成，說到底不在建商手上，也不在政府手上，在你們那棟樓那幾戶人家願不願意坐下來，好好把話講開。補助有期限，會截止，但是那道樓梯每一天都在那裡，